美台勾结要将美军弹药库改放到台湾，突破红线必须摧毁，大陆有绝招对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近日首度透露，台湾地区当局正与美国磋商，将美军在东亚的弹药库存改放到台湾岛。要注意，双方说的是正在进行协商，但是否落实了还不能确认，而且即便落实了，也不可能公开。对中国大陆而言，如果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突破这条红线，还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只会放任台独的猖獗。在美国国内，早有人提出要美国在台湾地区配置弹药库，这是在预防大陆武统的关键一环。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岛实施全面封锁，美军再想援助就来不及了。而这个弹药库一旦建成，就意味着美军将进一步推动台军提升其打持久战的能力。在解放军的作战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美军直接下场干涉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但是美国仍想着要让中国武统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从中国反分裂国家法的角度看，美军将大量弹药库配备在台湾的计划一旦落实，那么大陆采取武统行动的条件就已经具备。美国悄悄加大在台湾驻军的人数，将弹药库配置在台湾岛，都构成域外势力破坏中国统一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发起武统行动，当然也可以对敏感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正这些弹药库不会自己移动，为了阻止美国的冒险，中国大陆有必要对美国政府画下红线，把对美军放在台湾地区的弹药库实施打击的方案摆上桌面，明明白白地告诉美国人，一旦把武器库设立在台湾岛，不管这些弹药库里面放的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我们都将实施军事打击，任何抵抗都将引发大规模战争，就看美国人敢不敢赌，或者让台湾地区当局在战与和之间做出选择。基于目前美国想利用台湾问题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战略，中国大陆通过口头警告可能无法阻止美国的疯狂举动，那么我们就将面临几种选择：一是在准备充分时直接发起武统；二是只打击中国大陆认定必须摧毁的目标。两岸有可能进入战与和并存的新阶段，从而创造以武逼统的条件。三是如果台湾地区当局不想挨打，那么这些武器库就必须接受解放军的检查，因为我们怀疑美国人将核武器运到了台湾地区，违反了相关条约，威胁到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如果不让查，那么美台面对的将是第一和第二种选择。我们当然希望两岸之间的和平仍然是常态，但为了维持两岸的和平，解放军必须对台湾岛上的敏感目标和对大陆构成威胁的目标进行严格的监视，必要时给予打击。如果台军激烈反抗，不排除对其实施全面的或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让其去军事化。类似的局面与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的做法相似，解放军只要认定台湾岛上出现高风险目标，就进行摧毁。台军要是敢报复，就以更猛烈的打击回应。这么搞下去，台湾地区当局将会处于一种恐慌的战时状态，双方打一打，谈一谈，但是又不至于发生大规模战争。如果这样的冲突是由美军在台湾地区建弹药库引起的，中国正好可以在国际社会发起舆论战，将美国放在挑衅者的位置上。中国大陆如何完成统一？两岸何时完成统一？过去我们说有和平统一和武统，其实也不排除介于和统与武统之间的过渡状态。这样的状态可以在中国大陆完成全面军事准备工作之前实施，也是砸断美台勾连的铁锤。对于美国要将武器弹药库建在台湾岛上的说法，目前还仅处于美台沟通阶段，什么时候落实需要继续观察。至少在乌克兰危机解决之前，美国人应该还没有精力在台湾岛上建立弹药库，因为美国正在把对台军售的武器交给乌克兰，但未来美国人可能会这么干，这就需要大陆做好情报工作，因为美台很可能不对外宣布，我们既然掌握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
就要用起来，武力打击台独目标，不一定非要等到做好了全面准备，只要美台勾连突破了红线，就立即动手。这一天估计不会太远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